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浪。今天讲个比较想入非非的事情。在神雕第36回生辰大礼中，杨过为郭襄放烟花，黄蓉却想了这么一句话。但是他为什么要给香儿花这么大的力气？想到小女儿日来心神不定，眼光朦胧，恍恍惚惚，想到她时突然间红晕双颊，黄蓉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竟难道香儿在风陵渡2日2夜不归，已和他做出事了？就是这么个做出事来，让人难免想入非非。由于《神雕侠侣》被金庸穿梭了大量的爱情故事，因此《神雕侠侣》不仅是一部爱情小说，还是一部最有知名度的武侠小说。早在《神雕》的开篇，金庸就借着李莫愁、陆展元之间的孽缘，为血雨腥风的江湖世界注入了不少爱恨纠葛。随着杨过的闪亮登场，这位风神俊朗、狂傲不羁的英俊少年，一次又一次的在江湖里掀起了轩然大波，惹得无数女子意乱情迷，深陷情网。所以黄蓉的犹豫和猜疑也是有根据的。不过说到底，郭襄身为他的女儿，他难道不相信郭襄吗？要不然为何要这么想呢？今天我们就来看看黄蓉为何这么想。我们先来看杨过到底多有魅力。上桃花岛的那一年，杨过才12、13岁，不过此时的杨过就展现了他独有的少男魅力，惹得夫妹3番几次出言搭讪。或许是自卑心理在作祟，或许是看不惯大小五在郭芙身上耀武扬威，杨过完全不将郭芙放在眼里，最终在桃花岛的海边爆发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打斗。随着杨过长到了20岁，他更是俊美潇洒，魅力非凡，不仅惹得郭芙在英雄会上想入非非，就连冷若冰霜的小龙女也被杨过撩拨的动了真情，从此频繁吐血受伤。杨过追寻小龙女的路上，先后邂逅了陆无双、程英这一对表姐妹，也不由自主地爱上了杨过。二人最后终身未嫁，让读者们唏嘘不已。在杨过36岁的那一年，他又在风陵渡邂逅了郭襄。虽然二人的年纪相差了20岁，但一个漠视礼教大方，一个又有小东邪之称，一来二往之后，杨过和郭襄的关系变得相当微妙。要知道，此时小龙女已经消失了整整16年，杨过何等聪明，他知道小龙女凶多吉少，只不过自己骗自己罢了。另一边的郭襄聪明漂亮，又和杨过情投意合，二人再继续相处下去，有没有可能发展成情侣关系？我们听一听金庸本人是怎么说的。在新修版《神雕侠侣》的后记里，金庸写道：郭襄这样可爱的一个小妹妹，秀美豪迈，善解人意，聪明伶俐，杨过心中早就真的喜欢她了，给她3枚金针，就是说不论你叫我做什么，我都答应，就是要我为你死了也可以。大张旗鼓地为一个小姑娘做生日，是热情而冲动的年轻人的狂妄行为。不得不说，郭襄对杨过的情意绵绵，旁人一看便知，而杨过将对郭襄的喜欢深藏心底，但逃不过黄蓉的眼睛。要知道，黄蓉一向以聪明机智著称，她见郭襄归家之后整日魂不守舍，明显是少女情怀才有的举动和神情，加上郭襄时不时就双颊红晕，黄蓉终于胡思乱想了。原文写道：黄蓉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难道香儿在风陵渡2日2夜不归，已和他做出事来？跟着便想，杨过恨我害死他父亲，恨夫儿断他手臂，更恨夫儿用毒针打伤小龙女。哎呦，小龙女和他相约16年后重会，今天正是第16年了，杨过是报仇来了。其实黄蓉的担忧并无道理，一个妙龄少女跟着一个36岁的男人2天2夜没有回家，换了哪个父母都不禁浮想联翩。同时，黄蓉当年间接害死了杨康，郭芙暴怒之下先斩断了杨过一条手臂，后又射出冰魄银针，害得小龙女失踪了16年。这么多事件夹杂在一起，让黄蓉有了被害妄想症。然而郭襄是黄蓉一手带大的，对于自己的女儿的性格脾气，她应该是了如指掌才对，为何会倒吸一口凉气，怀疑郭襄和杨过已经做出事来？反观杨过，早年的他虽然亦正亦邪，但历经诸多变故之后，杨过再也不是当年那个睚眦必报的敏感少年，而是金庸笔下最痴情的主角之一。古人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黄蓉也不例外。黄蓉的确有过诸多精彩绝伦的预测，但这一次她明显看走了眼。不过黄蓉这次为何会判断失误，我们先看一看李莫愁和杨过发生过什么精彩故事。李莫愁早已过了花季雨季的年龄，但李莫愁肌肤白嫩，眼波流动，在一身淡黄色道袍的衬托之下，李莫愁更是明眸皓齿，秀丽绝伦。即便李莫愁和陆展元有过一段不愉快的恋爱经历，但李莫愁洁身自好，还是一个处子之身。看着身边无数俊男美女出双入对，李莫愁唯有杀人泄愤，孤芳自赏。然而李莫愁依旧有自己的七情六欲，他被杨过双手拥进怀中之时，只感觉到身后传来一股男子的热气，不由得浑身酥软，竟忘了抵抗，继续沉浸在妙不可言的快感之中。
李莫愁和陆展元相恋时恪守贞德，未与陆展元发生亲密的身体接触。李莫愁拥有处子之身，这一点金庸没有正面阐述，他是从小说情节之中透露出这个细节的。小说中有段落写道，李莫愁发现和杨过生活在一起的小龙女胳膊上仍留有代表着贞洁的手工纱，他由此对手里的杨过、小龙女心生钦佩。就在李莫愁看到小龙女的手工纱的同时，小龙女也注意到李莫愁同样保有手工纱。按常理讲，处子往往格外羞涩，他们对男子的触碰特别敏感，很容易引起奇妙的身心反应。加之杨过是让很多女子一见误终身的大帅哥，他英俊绝尘的外貌足以令任何女子着迷。他第一次抱住李莫愁时，年纪虽小，却有一股荡人心魄的男子气息。身为处子的李莫愁再心如止水，也难免沉迷在已拥有男子气息的帅气的杨过怀中。李莫愁第二次被杨过抱时，他全身一软，满脸通红，显然是按耐多年的对男子的情欲被激发了出来。这些男女间的心理感觉、身体反应，人们长大后才真正懂得了解。当初读小说的少男少女们不会明白李莫愁怎么会如此。李莫愁常念宋元好问的词句，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他最后死在秦花火丛中，还想起那个负心的陆展元。从他狠辣的行为看，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女魔头，其实他也是个爱到不能自拔的偏执的可怜人而已。但其实初读《神雕侠侣》的时候很难理解杨过传到李莫愁身上的热气是什么东西，直到翻开连载版《神雕侠侣》，看到了黄蓉的心理描写，身为读者的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文写道，黄蓉又闻到了一股气息，这股味道从杨过的腋下发出，不由得心中一荡，情不自禁地羞得脸颊微红。这味道奇特异常，说它香不是香，说臭更不是臭。黄蓉向郭靖斜目望了一眼，心想这时候竟会想起咱们新婚之情。不难看出，杨过不仅是一个人见人爱的美男子，他的身上还能散发出一股特殊的气味，这气味让异性闻了之后不由得心生惧罪。不仅李莫愁不忍对杨过痛下杀手，就连已为人妻的黄蓉闻了，也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新婚之夜。这样解读的话，就能体会黄蓉当时的心情了。郭襄跟着杨过待了2天2夜，想必也闻到了杨过身上的这股男人味。李莫愁、黄蓉都无法对这气味免疫，更何况是一个涉世未深的16岁少女。再者，小东邪郭襄初见杨过才15、16岁，少女情怀倾慕神雕大侠杨过的风采，当她见到杨过英俊的真面目，更是不可自拔。那时杨过早已是历经风霜的成熟男子，俊美的外貌上加上落寞的神情，郭襄这种小女孩哪里招架得住？更何况杨过在她生日那天轰轰烈烈地送了3个大礼，这3件大礼事关国家民族，场面如此盛大，面子里子都有了。虽然杨过纵然没有遇到郭襄，应该也会去做，但把这3件事当作生日礼物送给她，这种心思，这种手笔，世间又有哪个男子能比得上杨过？这要郭襄以后还看得上其他男人呢？少女思春实在是最正常不过的现象了。而到最后事实证明，黄蓉明显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杨过虽然魅力非凡，但他已和小龙女在重阳宫结为夫妻，绝不会对其他女子做出苟且之事来。神雕中，杨过自从被称为神雕大侠以来，可以说是一步跨入了天下顶级高手行列。他与周伯通比武，虽然无法取胜，却以30几岁的年纪保持不败，甚至要引得周伯通拜师。那么我们常说武功分为内力和招式，杨过的招牌武功是玄铁重剑和黯然销魂掌。那么杨过内力到底如何呢？他又是如何练出来的呢？今天我们就这个问题一探究竟。杨过的内力主要有这么几个特征。首先是精纯，他此时36岁，年方壮盛，不该头发变白，更因内功精纯，虽一生艰辛颠沛，但向来头上一根银丝也无。其次就是充沛，堪比九阳大成的绝远。原文描述道，2句喝声只震得满山皆响，显然内力充沛之极，虽不威猛高昂，但功力之纯近似不弱于杨过的长啸，而且还胜老一等2个档次。杨过纵声长啸，过了一顿饭时分，飞眉丝毫衰竭，气功反愈来愈壮，自己盛年之时却也无这等充沛的内力，此时年老力衰，自更不如。2人武功家数截然不同，但均是愈斗气，气愈长，而且他的内力还是很高深。原文描述道，世间除段皇爷之外，竟尚有人内功这等高深。此人头发乌黑，最多不过30余岁年纪，怎能有如此功力？说罢纵声长啸，笑声浑浊豪壮，只有裂石破云之势，
显示中气沛然，内功深湛。所以说，杨过单凭内力来说，要比南帝一灯大师略微胜出一点，且杨过的对比对象都是老一辈高手，只有郭靖稍微年轻一点。30多岁的杨过确实可以称得上是神雕内力第一人，而金庸也早就对杨过的内力给予了高度评价，说他内力甚强，却说他的独孤剑法并没有达到很高境界，从侧面也是一种对独孤求败山洪瀑布海啸炼气法门的肯定。完整的剑法金老却故意留给了令狐冲，但没给令狐冲独孤的内力法门，二人均是没学全。还有杨过早在19岁拜裘千仞时，凭借内力的充沛和爆发百余招已经胜过裘千仞，但他当时内力绝没有裘千仞练了几十年的深厚。而金庸评价杨过内力也很精准，用的是甚强这个形容词。最后就是连载旧版评价更高，原文直接描述道：要知杨过随神雕在海啸狂涛中练功，内力之刚猛强劲，实非当时任何高手所能及。可见最初金老师定位海潮，杨过内力强度是毋庸置疑的当世第一。3连版和新修却把药之削弱成了一灯认为，所以杨过的内力位居天下前5，毋庸置疑。内力来源，那么为什么杨过仅凭30多岁的年纪内力就如此之强呢？其实有以下4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便是含玉床16年之久，原文描述到，睡在这玉床上练内功，1年抵得上平时修炼的10年。初时你睡在上面觉得奇寒难熬，只得运全身功力与之相抗，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纵在睡梦之中也练功不辍。而在小龙女消失的16年中，杨过难免因思念龙儿，便回到古墓中。古墓有小龙女的点点滴滴，两人在一起的美好回忆。含玉床本就是用于内功修炼所用，此时杨过玉女心经已大成，借助含玉床之功效，更是一日千里，而杨过一睡就是10来年，内功便如几十年的效果。后来古墓待的时间太长太无聊了，于是杨过才出来行侠仗义，留下神雕侠之谜。然后含玉床功效最大受益者却也并非杨过，而是王重阳。王重阳借助含玉床之功效，练先天功大成，化身论剑，夺得天下第一，并带回了9阴真经。由此可见，含玉床是杨过内力的第一层飞跃。第二便是蒲丝取胆蛇。大家都知道，在杨过被郭芙蓉断臂之后，幸得神雕所救，而神雕给他捉了10几个蒲丝取蛇取蛇胆给他治了。据杨过自己体会，吃完之后力气大了许多，内功自然也有所增长。原文描述，一灯道，那是蒲丝取蛇，佛经上曾有记载，原来中土也有，听说此蛇行走如风，极难捕捉。杨过道，是一头大雕衔来给弟子吃的。一灯赞叹，这真是旷世难逢的奇缘了。这是杨过内力的第2次飞跃。第三便是山洪炼气。原文描述到，气沉下盘牢牢站住，时刻烧酒，渐渐悟到了凝气用力的法门。他自在荒古的山洪中苦练气功，再在这小小溪底潜行，自毫不费力。第4便是海潮炼气。沉下海底，双足在海底岩石上使劲一撑，出水越过浪头，急吸一口长气，重又回入海底，如此反复换气，待狂潮消退，他也已累得脸色苍白。似此每日习练2次，未及1月，自觉功力大进。这也是金庸评价杨过内力高的来源。这4方面也让杨过的内功趋于绝顶，登峰造极。但其实杨过在这个过程中，他的风格是有很多转变的，我们一一来看变化经过。1. 杨过的武功进阶大体上包括： 1. 穆念慈，杨家铁枪，气功逍遥游拳法的早期铺垫，但是由于传授不系统，练习不勤奋，所以几乎可忽略。 2. 义父欧阳锋蛤蟆功入门，奇功对其人是杨过早期的暗藏杀手锏。 3. 桃花岛武学入门，主要是偷看郭伯伯对大小武的基础拳法传授，因为黄阿姨的干涉完全可忽略。 4. 全真教心法，完全是纸上谈兵，直到后来学习玉女心经时才真正体悟。 5. 古墓派武学系统传授，着重在于古墓轻功、玉女心经，
大体分为克制全真剑法、双剑合璧等不同阶段。6. 离开古墓时，阴差阳错之间学习到九阴真经心法，主要包括摄魂大法等内功部分。这个在后期高深武学理解方面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7. 和欧阳锋单独见面，及其后来直接参与和辅助西毒北丐连番大战的过程中，先后体会到经脉逆行、寒冰床内功护心、打狗棒法招式等高妙武学。8. 武林大会上崭露头角，随后阴差阳错地学到打狗棒法心法，体会到双剑合璧的威力。9. 接着在两位妹妹对抗李莫愁的过程中，结识黄岛主，学到玉箫剑法、弹指神通等。10. 随后是一个重要的成长，在初探绝情谷对战公孙止前后，在金轮的间接启发之下，体悟到自己武学修习的弊端，进而激发自己自创一派的想法，催发不拘泥于招式、随心所欲、实战第一的方法论。本来在此基础上，假如没有更多的意外，凭借杨过的悟性和勤奋，再加上神州能人辈出的指点，应该可以成长为一个以名门高妙内功为根基，但是在技击上走灵动奇巧路线的一流武学高手。估计可以超过黄蓉、李莫愁，但是达不到郭靖的巅峰，也更难跻身新武绝。11. 转折点来了，他被砍下一臂，结识神雕，见识独孤求败的剑法和武学，并且最关键的是开始了魔鬼式训练，体现在体能挑战、舍胆滋养、绝情绝育、养精蓄锐，不动情不动欲，称得上是脱胎换骨。经此一役，杨过的武学风格、修习方法都有了决定性的改变和飞跃。在技击上，虽然丢失一臂，但是多了玄铁重剑，失之东域，收之桑榆，具体体现在不需要双剑合璧便击败金轮。12. 随后虽然发生了很多故事，但对于杨过的武学成长来说，最关键的还是长达16年的禁欲苦修，先天罡气等到完整的保留和升华。在这16年里，他不但延续了之前魔鬼式训练方法，还一以贯之地发扬了独孤求败等级评测方法，终于让自己内容根基、剑术修养集大成了。在此基础上，他实践了早期的武学创新想法，在实战第一的框架内融会贯通，以高深内功为根基，情欲克制为索引，提出了黯然销魂掌的武学。通过武功，他把前前后后所有的武功都能够诱发出来，威力无与伦比。至此，杨过终于彻底击杀金轮，并且跻身新武绝，问鼎天下第一高手。2. 杨过是如何达到他的风格蜕变和功力飞跃的？在以上梳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杨过的飞跃点在于第11，神雕的启发，独孤的滋养，魔鬼的训练。如果说早期林林总总的杨过虽然也算是名门高妙内功，但是总还是走的奇巧一线，那么后期直接脱胎换骨，从修习方法、精神气质到技击风格，全部蜕变为顺应天道、山洪浪涛、刚猛无伦的样子。但无论怎么说，杨过的武功虽然突飞猛进，但他的情路却是坎坎坷坷。他与小龙女一次次的分别，一次次的伤心，两个人就犹如初恋的男女，充满了棱角，划伤彼此。而正是一次次分离中，杨过各种境遇和各种女郎的纠结，让他终于懂得了男女之间如何相处，如何去照顾女孩子，也足够能够理解龙女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也让他成为一代大侠。一句话，初恋时不懂爱情，在杨过身上再明显不过了。龙女的所谓容颜不变，更是象征的是内心的静如止水。她所要的无非是恬静的生活而已，杨过成熟才是正果修成的时候。小说归小说，生活归生活，多少次不懂该如何对待的时候，就这样让心爱的人就如此这般的离去，最后消失于茫茫人海了。每次伤心离开的小龙女，对每个男人来说可能都变成了不同的人，最后又是那个小龙女会在绝情谷底深情捧着你的脸说，是我的过儿长大了。之前看网上有人问过一个问题，射雕结尾洪七公对裘千仞说，他一生杀过231人，都是该死之人，是真的吗？没有一个错杀的吗？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阿浪认为其实是解答洪七公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在大多数人心中，洪七公都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行事作风挑不出任何毛病。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贪吃。但要具体来说，比如谈及洪七公性格特点等，可能很多人都要犯迷糊了。我国传统文化一共有3脉分支，分别是儒学、道学和墨学。金庸书里出现的高手人物不少，却大多修属儒学或者道学，鲜少看见有继承墨学思想的人物出现。洪七公恰好就算一个，他是金庸融入墨学思想创造出来的人物，看似游戏江湖不问世事，其实胸怀大志，仁义为先。五绝里单论心境境界，洪七公境界最高。因为黄药师和段志兴困于情，王重阳累于名，欧阳锋求于吃，只有洪七公一生都未被功名礼教所累，过得无拘无束，逍遥自在。这样的人，我们应该如何评价他呢？阿浪认为，洪七公不仅自己是一个爱国爱民的大才之人，他还是射雕里最好的老师。虽然他一生教过的弟子很多，除了不完全算是自己徒儿的郭靖和黄蓉之外，出色的弟子很少。但就从洪七公教导郭靖、黄蓉的剧情来看，他绝对是一位十足的良师。原著小说中，威震武林的洪七公正式出场是被黄蓉用泥巴包裹的烤鸡香气吸引而来。在黄蓉要撕开烤鸡之时，身后忽然有人说道：“撕作3份，鸡屁股给我。”于是拿着绿竹杖的一个中年乞丐出现在面前，一副谗言欲滴的模样，神情猴急。黄蓉摇了摇头，本不想给他鸡吃，却看到了他缺一个手指，又是乞丐打扮，联想到了之前在客栈窗外偷听到的谈话，心中明了此人即是九指神丐洪七公，于是立即慷慨地撕了带有鸡屁股一半的肥鸡给他。洪七公边吃边赞：“妙计妙计，连我教化祖宗也整治不出这般了不起的教化鸡。”虽然厚着脸皮向2个少年人要烤鸡吃，但是洪七公自有做人原则，那就是绝对不能吃白食，非要有所回报才行。这才上了黄蓉用美食诱他教郭靖武功的套。不过洪七公后来乐于教他们武功，除了贪恋黄蓉那些天下罕有的美食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书中曾写道，但乞丐哈哈大笑道：“你们2个娃娃挺有意思，可合了我脾胃了。”由此可见，他对郭黄2人大有好感，否则不会随便只为美食而传授武功。毕竟他早年因为贪吃误事，曾砍断自己的一个手指，引以为戒。而郭靖这边在遇到洪七公前，除了曾有江南奇怪传授武功之外，全真七子中的马玉、王楚一都分别传授过郭靖内功。加之郭靖喝了神仙老怪梁子翁精心喂养用来养颜增寿、助增功力的宝蛇之血，已经有了扎实的内功根基。只是因性格迂腐，在武功方面只知死学苦练，却不得要领，正缺高人指点。很多人觉得这里是因为郭靖资质愚钝，原因是江南奇怪当年在蒙古时各自把看家本领都传给了郭靖，但在教学过程中频频感到失望，以至于七师傅韩小莹在教郭靖挽剑花时悲苦地感叹：教来教去却教出如此一个蠢材来。但其实那只是因为江南奇怪功夫阅历不到家，就擅自心高气傲，自以为是就妄定他人，不会发掘弟子优点长处罢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江南奇怪眼里，作为蠢材的郭靖，虽然在洪七公看来也是笨得到了姥姥家，但是学这般招式简明而静力精深的武功最是合适。这个武功是降龙18掌，这就是为什么降龙18掌黄蓉学不了，偏就郭靖学得的原因。并且看后文我们知道，之后郭靖的降龙18掌日趋炉火纯青，甚至使得这门武功成为郭靖郭大侠的代表功夫，并没辱没师傅洪七公的威名。所以这里显露出了洪七公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师特质：因材施教。这是成为一个好老师、一个名师的基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学武功当然也是如此，但是如果郭靖没有遇到洪七公，学了降龙18掌，后期就算他学全了九阴真经，也不会成为我们心目中的那个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因为降龙18掌这一深奥的武功，武学原理却是大道至简，既适合郭靖单纯的思维模式，又符合他憨直的品格性情，他才能如此事半功倍的进展飞快。而九阴真经则不一定。所以洪七公的选择可谓完美。虽然在教学过程中，洪七公也会生气骂郭靖，但心里有数，
他知道郭靖这傻小子就算有点木讷，就靠着一股子轴劲也能练成，否则完全可以教他别的武功。毕竟洪七公可不是只有降龙18掌的武功。他对黄蓉曾坦言，年轻时所练的武功多而杂。再看洪七公教黄蓉武功，因黄蓉聪明灵巧有余，却没有郭靖的专注踏实，所以就教他些富有变化、花样百出的轻巧功夫，例如逍遥游拳法和打狗棒棒法，全都需要灵巧劲儿。可这样的功夫，郭靖却不宜学习。洪七公对郭靖说过，这路逍遥游你是学不来的，就算凭小命记住了，使出来也半点没逍遥的味儿，变成了苦恼爬。这便是洪七公对二人性格特点的把控了。另外，获洪七公传功的人，除了丐帮人立了大功他才会传授一招功夫以示奖赏之外，在《射雕英雄传》中，他还曾经传授逍遥游武功给杨过的母亲穆念慈。有人可能要问了，穆念慈性格比较沉闷，洪老不是要因材施教吗？为何传他灵巧为主的逍遥游呢？这里我想大家可能忽略一个事实，在射雕中出现了大部分剧情，穆念慈确实比较沉闷，常常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但那是在正式剧情中。要知道，洪七公传授穆念慈武功是在正式剧情之前数年。大家想想穆念慈的行为，第一次出现他是在比武招亲，可想而知，早年的穆念慈肯定不是什么沉默寡言之辈。他之所以会变得沉默寡言，是因为正式剧情中接连发生变故，而且都跟他有关。他明明身在局中，却好像始终是个外人。比武招亲上第一眼爱上了男子，身份尊贵不要他，然后没过多久，与自己相伴多年的义父突然莫名其妙找到妻子儿子。再然后事态发展，事事不由他，他跟着义父一家人走，完全不知道自己该干嘛。然后义父义母就没了，自己喜欢的男人又回去做了走狗。再加上后来人生路走得那么艰难，被杨康骗婚怀孕，杨康死后也不得不一个人凄惨度日。1年时间不到，遇上这么多事，任谁都会感到郁闷。另一方面说，获洪七公传授武功的3人中，若论聪明，黄蓉第一，只用2个时辰就掌握了洪七公所教36招逍遥拳的拳法。穆念慈一般，3天学会了洪七公逍遥拳中的3招。郭靖最笨，却也是在1月有余的时间内学会了比逍遥拳更为上乘的武功降龙18掌中的15掌。教会黄蓉穆念慈没啥好说的，但能把郭靖从武学蠢材调教成一流高手，洪七公的教学水准无疑是极高的。当然，只是会教和知道因材施教还不一定能教出好弟子来，最关键的还得上心。例如在教郭靖降龙18掌中的第1招亢龙有悔时，洪七公让他用小松树练习的同时，还会在发现问题后用树和人的差别来及时做出形象性讲解，让郭靖不但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这与江南奇怪整天照本宣科让郭靖生搬硬套的教学方法截然不同。教育界常说，没有学不会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此话虽然不是100%的真理，但强调的是教师要具备因材施教的灵活性。江南奇怪教了郭靖10几年功夫，远远不及洪七公教郭靖1月有余有效，就生动地说明了怎么教很重要。如果说江南奇怪是恪守职责的敬业教师，洪七公就是教学有方的特级名师，名师出高徒嘛。于是蠢才郭靖日后成就之高，竟是远远超越大多数天才。不得不说，洪七公在快速提升了郭靖的武学层次之外，还给了他前所未有的自信。可惜的是，郭靖空有一身本领，在做老师方面连江南奇怪都比不上。在《神雕侠侣》中，郭靖做师傅后教大武、小武、郭芙等人武功，笨嘴拙舌的完全不会教学生，以至于他的徒弟们武功平平。这真是应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那句话。人无完人，只有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才能大有作为。不禁让人想起中国有名的数学家陈景润来。当年他做数学老师，上了讲台不会讲课，学生越听越懵。学校无奈判定他做老师根本不合格，最佳的途径还是进到研究所工作。果不其然，进了研究所之后，陈景润如鱼得水，什么华罗庚数学奖、自然科学奖全部收入囊中。看到这里，大致可以弄懂为什么只有傻乎乎的郭靖反而成为了洪七公最得意的门生了吧？虽然师徒俩在智商上相差甚远，但在心性仁慈和道德自律方面却是颇为匹配。当初洪七公肯传授武功，也是看好了郭靖的为人。所以洪七公是个怎样的人？阿浪认为，
郭靖可以看作洪七公的翻版，他是个怎样的人，洪七公就大致是个怎样的人。金牌名师洪七公，一身正直洪七公，惩奸除恶洪七公，侠之大者洪七公。当然，本期内容着重以为师这个点来论证洪七公的为人，或也存在偏颇之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跟阿浪一起讨论。咱们下期再见喽。